今天我们建房的话，开始做防水了哈。然后防水的话，我只做了厕所、厨房没有做，做的是那个涂料加丙纶的。做防水的师傅先是刷了一层这个黄色的东西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。然后我们这外面干区的话，就是做的50厘米高。然后里面就是卫生间洗澡的地方，做的是1.8米高。然后这个厕所里面的话是刷2遍哈。今天先第一遍把这个蓝色的涂料防水刷了。明天再过来刷第2遍。这边这个厕所的话是一个私卫，这个私卫不洗澡，所以说就只做了50厘米高。刚才那个黄色的涂料叫强宝宝，也就是墙面加固剂哈。然后防水涂料的话就是用的龙马牌的这个防水，就是这种包装的。本来说是用雨虹的，雨虹的和这个龙马的价格是一样的。厕所门口这里刚刚做了一个反坎，以前其实做了哈，以前的反坎没有那么高，现在的话给它弄高一点，让以后湿区的水不会跑到这外面这个沙灰层来。这个厕所我们干湿是没有分区的，那边比较高的就是湿区，然后这边比较矮的地方的话就是干区了。然后这个主体的话基本上也算已经完工了，琉璃瓦已经盖好了。这个屋顶的话做的是一个8坡11级的造型嘛。东拼西凑了一点资金，总算把这个主体给它做完了。这个瓦的话全部是满做的灰，旁边有一点这个灰缝不好看，到时候看要想个什么办法，不然的话这样子远处看上去就有点灰缝。然后昨天刚刚完工的这个盖瓦还没有来得及清洗，这2天天气实在是太热了，不敢爬上来洗。还有一个就是瓦上面会特别的滑，等天气凉快一点了，我们再来把它冲一下。做主体的基本上完工了，现在就要把这个搅罐拉走了，他们要去其他地方干活，在这里搅了半年了。本来当时说做主体的话，3个多月就可以完工的，现在差不多半年全部完工了。然后外观的话，我们家就是做的这种新中式的，然后上面的话有一个露台，以后可以烤烧烤之类的。负1楼的这个厕所我也做了防水的哈，也是刷了50厘米高，因为主要是怕到时候地下太潮湿了，有水太多了，往上面反到隔壁房间的话，反碱就特别的麻烦，所以说做了一下，可能也就多花个几百块钱，因为这个厕所很小嘛，也不大。刚才做防水的老板来的时候，我还和他扯皮的哈，因为我们之前哈是约定好的32块钱1个平方，包含了就是涂料和丙纶一起。然后我不知道他要做多高，然后他说商品房所有的都是做的2米高，我说我做不了那么高，我只能做那个就是湿区的话只能做1.8米，然后干区只能做50。他说这样子价格做不出来，然后我也非常的爽快，做不出来。我说你跟我说的涂料防水是261个平方，然后你就涂料给我算26，丙纶多少钱1个平方？丙纶12块钱1个平方，你就给我丙纶算12块钱1个平方，按施工面积实际来算嘛。因为我也非常的爽快，我说也不可能让你吃亏，因为当时我也没问清楚，你也没有给我说清楚，到时候免得扯皮嘛。他心里面木了一下，感觉好像不大划算一样的。然后后来呢，他也是觉得没关系，因为确实是这样子，你施工多少我们分开算，施工多少给你算多少。因为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干区做1.5米的话，施工面积就很少很少了，可能就要少很多。如果全部按照他那样子做1米高、1.8米、2米高，做出来纯粹是浪费。所以说，不管做什么东西哈，一定要提前沟通好细节，这个就是我当时没有和他沟通好细节的原因。这里厕所所有的干区我都是没有做防水的，因为干区的话地上没有水，就一个洗漱盆里面有水。如果做防水的话，确实有点浪费，因为现在的话经费特别的紧张嘛，要用在刀刃上面。今天一天所有的防水都已经刷完了，师傅们现在下班了，然后刷了2遍，第1遍刚才就是刷的第2遍这个蓝色的涂料。要过几天才过来做这个丙纶呢。最近一段时间我基本上每天都在工地上面哈，哪里也去不了。做吊顶的师傅也下班了哈。然后我们家这个吊顶的话，到目前为止买了100块石膏板，40块欧松板。师傅说还差很多，感觉和我们想的怎么不一样？我们以前想的觉得吊顶要不了多少板子，也花不了多少钱，现在一搞下去，哎，真的是头痛，每天就是这个大汗淋漓的。多的也不说了哈，我也下班回家了。